诶 OK。好了，我又回来了。衣食住行，食好啊，食是这样子。作为旅行的话，那我个人当然是建议，还是要品尝当地的一些吃的为主。就像我当时去香港3天，把香港港岛和弥敦道这边所有的翠华全吃了一遍，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脑子就认准了翠华了，然后每家店挨个吃，所有的菜挨个吃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哦，对对对，把弥敦道那边好多这小店也全吃了一遍。吃的有点多。旅行的话，就是还是要以当地的食物可能为准，但是因为可能呢，有些人的肠胃啊，并不特别适合有些地区的食物，比如像东南亚的一些咖喱啊什么的，那你可以去超市，临时补充一些面包啊什么的。我不太建议你带很多的像，速食啊，或者是。香肠、方面什么乱七八糟，因为有些国家对于食品入境是有限制的，最好不要带特别多的食物，这样不光能够方便你快速的过境，同时呢，也能够为你减轻行李负担。那当然了，我也遇到过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，像去非洲的时候，那我会建议你带一些啊，在非洲有些东西买不到，再加上。非洲地区比较炎热，最好不要生病。像我们去马扎罗的时候，那个地区就临时，就那个给外国人提供住宿的那个酒店晚上是关门的，其实你出不去的，就它只有里头的一个小店会上班，但是那个小店好像晚上也就休息了，所以买一些东西其实不是特别方便。所以如果你要带一些国内的这些香肠啊这些。是可以的，这个要根据你去的情况，最好能够咨询当地的朋友。那居住的话，也存在一个带食物入境的问题。其实理论上来说，你因为长期在那里居住，你是不需要带任何的食物的，而且你带任何食物入境，尤其是留学生入境的时候，比如说很多父母可能陪你出去留学的话，他可能会带一些干果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都最好不要带。可能你是刚出去留学，对一些。法规不是特别的了解，对于某些国家可能限制某一类商品的入境，你都不清楚的情况下，最好不要带这些吃的东西。在吃的东西在当地其实是非常普遍的，尤其像在欧美、加拿大这种地方。当地除了华人超市以外，比较常见的，因为华人超市大部分集中在这个中国人多的地方，或者是唐人街。其实有些地方是不太方便去的，因为很多学校并不在这些地方。但是，韩国人的超市一般是在城市里是比较多的，尤其是繁华的地方，饮食习惯亚洲的饮食习惯相似。所以你可以去韩国人超市买，其实并不需要带太多，而且你有人可能觉得你出国了以后，那我又不知道在哪儿呢。我觉得是这样子，就是你因为要出国嘛，对于你居住的那个地方应该是有所了解的，所以你可以提前查一查周围可能有一些什么杂货店什么的，那你去那里买就可以了，其实是非常方便的。而且当地有一些美食，很多人去的时候刚开始可能也是吃吃喝喝去像旅游一样的状态，所以。还可以，长期的话，你可以去办一些 Costco 的卡。Costco 的东西一是比较便宜，二是主要是 Costco 的很多肉蛋奶这些比较新鲜，也非常的方便。出行上来说，其实在国外大部分的出行会比较的少，就是专门为去超市，不会每天都去超市，或者是想起要吃东西才去超市买东西，因为他们总体来说地方太大，走起来这距离比较远。短住的吃是这样子，短住的吃，两种情况，一种是穷游，还有一种是富游。那富游的话就不用说了，你就尽量的吃吧，因为你待的时间长，几乎可以吃遍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国家，那真是一种非常非常开心的状态。但是如果你要是穷游的话，穷游也是这样子的，穷游很多吃的在当地也可以去买。那穷游这个东西其实跟你住是有很多关系的，有些住的地方是允许你做饭的，你就可以开火自己解决一些吃的。如果是不能开火做饭的地方的话，那你真的要想一想了，这个是在你
你在租房子的这个事情上就要考虑一下。另外短住的话呢，可能就是自己做饭和这个出去边玩边吃这种结合一下，可能会挺开心的一件事情。因为这个吃感觉跟住特别的相关啊。那这样，如果你对这个还蛮感兴趣的话，就欢迎点赞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啊，也可以留言，有什么想问的，之后会一起回答给大家，或者是做进节目中啊。好，那这期就这样，下期我们来看住行等其他方面。也有可能讲的太多，然后又会再分，那下期再说，拜拜 ，peace。